大家好，我是阿杜，我现在在河北三河的燕郊镇，在我身后有一栋造型非常独特的大楼，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是什么造型了。福禄寿大楼，这栋大楼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在网上也非常的火爆，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燕郊镇是离北京非常近的，而这个小区呢，就叫做天子庄园，背后这栋大楼啊，就叫做天子大酒店，里面是可以入住的，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响亮呀，带大家看一看。如果说要评一个造型最奇特的大楼，我相信河北三河的天子大酒店一定能够登上榜位，很有可能还是榜首的位置，因为我们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确看不到类似的大楼，这是独一无二的，也只有这一栋是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为造型，福禄寿三星彩塑，而且曾以最大象形建筑登上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得了吉尼斯的最佳奖项。在全国有很多造型比较奇特的大楼，但我没有看到哪一栋比它还要更具特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福禄寿三星的造型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融入了进去。在昆山有金字塔，在贵州还有五粮液的酒瓶子大楼，在沈阳有方圆大厦、铜钱大厦，广州也有铜钱大厦，类似于这样的大楼非常的多。因为我们看遍了这种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而且造型都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区这些楼盘，全国都是一样的造型，除了一些商务写字楼、摩天大楼它会在造型上进行一个独特的设计之外，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三栋大楼就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它呢高度是41.6米，总共是有10层，在9层以上它是一个总统套房，价格是比较贵的。但它最贵的是哪一间呢？就是寿星手里握的那个寿桃，那里面是最贵的，还有2个小窗户呢。这三栋大楼做的非常的形象，也非常的逼真，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前些年有一个评测就把它评为了全国最难看的建筑、最丑的建筑。当时的评测还有沈阳的方圆大厦等等。为什么会评为最丑的建筑呢？其实我也有点纳闷。我个人觉得这栋大楼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大家认为呢？而且在网上呢，也有网友戏称，在古时候，有的人修炼一辈子，甚至传闻修炼几千年，想要得道成仙，最后都没有成功。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和神仙同吃同住，并且可以住在神仙的身体里面。这是一个酒店，不过今天我们过来非常的不巧，它不对外开放，好像是有某个机构把整栋大楼都给承包了，在里面搞什么活动吧。在这里面也许能够沾一沾福气。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栋福禄寿大楼它的大门并不是在中间的位置，中间没有门是在左右两边有2个小门。最主要的一个出入口就是在左手边的这个大门，就是进入到酒店的。右手边这个门平常也不怎么用。听说中间手里捧的那个印章，它也是一个房间，但没有窗户。这栋大楼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窗户比较少。大家可以看一下，尤其背后也没什么窗户，然后上面那几层就更加没有窗户了，就见不到什么阳光。上面还有挺多鸽子都站在了寿星的肩膀上。然后我们环视一周，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在大楼的正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广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景观池，是用来做喷泉什么的。它的对面也有一栋住宅楼。在网上也有朋友说，住在它的对面也比较的难受，因为你一推开窗户，站在窗户边就能够看到这栋
大楼面对的笑容看着你。白天的时候倒还好，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可能还真的有一些别的感觉。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栋福禄寿大楼？我刚刚有听到在小区里面的业主说，最开始09年建设天子庄园这个楼盘建的时候啊就开始卖，但当时卖呢销路并不好，买的人非常的少，所以开发商呢就请高人过来指点看一看到底是因为什么。然后这位高人啊就给他指点说，要在这里建一栋福禄寿大楼，说白了就是神仙大楼嘛。然后他就建了这样一个福禄寿大楼，并且是用来当做酒店的，对内对外都可以营业。建好之后啊，整个楼盘销量就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楼盘啊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时间非常的久了，你也只能够买到二手房，并且这个小区它非常的全面，在高层、洋房以及别墅都有分布，面积也很大，甚至居民从大门口进来都有这种3轮车接送。当然这个是小区里面自己人做的，是收费的，就是因为面积比较大的原因。还有一个传闻呢，也是网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小区刚开始建设的时候，这里面闹鬼，然后也是请高人过来看，闹鬼就没有人买，看了之后也是建设了这样一个福禄寿大楼，把神仙请进来之后，这里面就不闹鬼了，然后楼盘也好卖了。至于这个说法，我觉得第一是不科学，第二我也不怎么相信。建设这样一个楼盘，它肯定有自己的一个目的，大家觉得呢？可能在当地的朋友是比较熟悉一点的。总之，它的造型是在全国最奇特的之一。我们走近看一下，小区里面还是非常热闹的，很有生活气息。下面有大妈在打牌，就在福禄寿大楼的底下，他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个地方呢，就是福禄寿大楼的背后，它的背后也是有彩绘的。背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什么窗户的，所以它的采光就不怎么好。整个背后呢，也是一个广场，有当地的居民在这里休闲，以及小朋友在玩耍。非常佩服当时设计这栋大楼的设计师啊，真是脑洞大开，非常的有才。